嘿，大家好，我是关天晴的玩具分享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眼前这一款来自于 SS86系列的86声波啊。那么这款声波可以说是人形非常非常的帅气啊。这个前后怎么看的话呢，其实整体的效果都不错。除了它这个标志性的，就是我们老讲的，就是跟围城一样的一个所谓的真假的这个裤裆啊，这么一个事儿。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它的人形真的。要比我个人感觉啊，要比 MP 那个人形其实来的都好看一些，包括这个头雕各方面，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帅啊。然后磁带方面的话呢，就是3个我们的激光鸟，然后还有一个雷针鸟，还有一个我们的机械狗啊。那么机械狗这一回的这咋说呢，就是3个里面呢最不像磁带的一个磁带啊，就变完磁带之后呢最丑的一个。然后呢这个家伙呢变成这个所谓的，其实我们叫机械狗，人家其实实际上是豹子啊。在变成豹子的时候呢，它这个实际上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2段关节要去弯的啊。大家注意，第一个呢，第一个要弯的就是它的这个腰这个位置啊，就是后面这节关节啊，这块呢我们要给它弯下来。弯下来的同时，其次它还有一节关节我们是要弯的，就是它整个头部跟这块这个所谓的磁带的这个撞孔这个位置啊，这块它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弯折，我们要弯一下。如果这个地方呢你不弯啊，你不去调整一下啊，或者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折弯这么一个效果的话啊，最后这个狗出来的效果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丑啊。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把它拉平之后啊，大家再来看现在这个效果，就是撅个后钩子，哎，像伸懒腰，大家可以感到就是猫伸懒腰那个造型。然后呢，你包括你放平之后，你看你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当你再把腰后面这个零件折完之后啊，一定要把前面这块这个关节呢也给它折下。但是折的时候呢，建议你就把这个胳膊闭合上，然后刚好呢，它后面这2个凸起跟胳膊这块这个零件呢，能起到一个阻挡。然后呢，你去调整的时候呢，它不至于掰得太过，然后刚刚好掰到位之后呢，哎，看整个机械狗的一个造型，哎，就出来了。这个样子的话呢，确实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然后呢，腿呢我们再往前点，整体这种弓背，然后就像是那种豹子准备狩猎时候那种背弓起来非常警觉的那种状态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啊。一定要把这块2段关节都掰到位啊，掰不到位真的就是猫伸懒腰啊，或者是撅个钩子让人撅的那种感觉啊，非常非常的奇怪。然后呢，激光鸟和雷针鸟的话呢，这2个鸟的话啊，就是怎么说呢，在飞行状态下呢，就是很还原动画了啊，直接就是翅膀飞平，然后就这么飞就行了。但是如果你想像怎么说咱们的这个围城的这款这个激光鸟的翅膀在反向往上窝起来，然后做出那种翅膀收纳的状态呢，这个啊是做不到的。你就是在翅膀完全打开的状态是做不到，你只能就是说按照变形的步骤，我们重新把翅膀给它变回去这么个状态，哎，我们再给它重新变回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就能做到一个就是我们的鸟翅膀呢做起来一个就是做到一个收起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收起来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么个样。我们先给它放到声波的身上啊，然后整体的样式就是这样。其实大致你也能看到基本上都快变回磁带了啊。然后激光鸟的话呢也是可以啊，就当你不想让它翅膀展开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将翅膀整个按照变磁带的时候的状态呢，我们整个给它变回去就好。但是呢，激光鸟我爽这款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零件卡的不是太紧啊，有时候稍微一碰容易掉，就仅此而已了。而且这2个鸟的话呢，翅膀变成收纳状态之后呢，它有点重量偏前，所以说而且你看它的脚是非常偏后的，所以它这个整体重量就你看一拨了，它就有容易头前倾啊。这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的鸟头适当往后放一放，这样子的话呢，重量稍微配重的话呢，往后倾斜一点的话，这样子效果应该能稍微好一些啊。OK，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3个磁带的这个受限形态下的一个变形时候要注意的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磁带都给它整体变形一下。首先的话呢，这3个磁带战士的话啊，身上的这些配件呢都是单独的零件，我们是需要拆下来的。激光鸟和雷针鸟呢是总共3个零件组成的，分别是左右的这个尾部喷射的这个零件，包括小尾翼还有小枪，这是个一体零件啊。2个这个零件加一个中间的这个拼接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接口件啊。当你不需要的时候，只要这个人物身上有洞，你都可以插到它身上。
然后这时候呢，把这个零件取下来放一边。翅膀的话呢，按正常来说它是正常这么打开的。我们变形的时候呢，从后给它往前翻，翻完之后到这一步，因为我们是要变成磁带，这时候就要把鸟的脚啊从下面呢要给它翻折上来，然后翅膀呢借助这个双动关节整个往后翻。翻完之后呢，最后鸟头先翻起来，最后整个往后一收，那么这个磁带就算是变完了。磁带形态之下的话呢，我必须要吐槽一点，就是镂空磁带啊，这个是我真没想到的啊。然后呢，激光鸟的话和我们的雷针鸟的变形都是一样取，然后呢，翅膀还是原先正常的话是打开，然后呢从后翻到前，然后这时候就得把脚我们给它翻上来，然后翅膀的话呢是借助双动关节给它往后折，这边也是借助双动关节给它往后折，折完之后鸟头先翻，然后最后再把脖子带头整个翻进去，那么磁带就变完了。它俩的话呢还算是就是说虽说是镂空吧，它好歹还像个磁带啊。那么到机械狗的话呢，这个磁带就特别抽象了啊。首先呢，我们把它的尾巴和它整个这些就是导弹啊这一块零件，我们全部都给它拔下来。拔下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狗呢就得给它抻直啊，所有打弯的地方呢，包括头脖子这块这个位置啊，这块都给它打直。打直之后，然后我们将它的胳膊的这个位置呢，切记胳膊下端先给它打直，一定要先给它打直啊，这是个变形顺序。打直之后，我们要将胳膊放平，放平之后就是往上翻折，翻折上来之后啊，大家正常看，原先的狗腿不是这样子吗？是在这个下端啊，是在这个下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然后正常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狗的狗腿呢，它是在它的下端的啊。然后它这块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中途要借助这块的球形关节要旋转。但是呢，如果你是把狗腿的这个位置是放下来的话呢，它的身体的部分跟它看它们胳膊后面这块这个零件呢，它是顶住的，这个位置它顶住了。这时候呢，尤其是你的狗腿是这种竖放的状态下呢，它是没法转的。我们这时候只能怎么做呢？先将它的这个前面的狗腿呢，你打弯的给它拉直，平行向后之后，再将它两个狗腿这么打开，然后这时候这边原先这个凸起的回合这边就不挡了，我们这时候再把它转过来，转完之后呢，下一步在它的这个腰的侧面这块有个非常小的黑点，对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狗前肢这个爪上面这块这个凹槽，然后呢把它翻过来扣进去，翻过来扣进去，其实这个磁带就已经变形完成了啊，它最主要的一个固定位就卡完了，剩下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后面的这个后腿给它两侧翻开，我们再看一下啊，从后面来看，两侧一边一翻开，然后呢转个面，我们再将这个狗腿呢适当的调整一下，然后再将这个狗腿给它转进去，最后呢就是把它的狗头从中间一分为二啊，就有点像那个生化危机里面那个僵尸狗一样，这个头真的是左右两边你直接给它掰开，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磁带机械狗就变形完成了，真的可以说是跟磁带半毛钱关系都不大。你说它是像 U 盘，我觉得可能还像点，你说它像磁带，真的是半点都不大关系啊。那么磁带这块变完之后，这些配件呢我们就放到旁边。接下来的话呢，再来看一下声波。声波这一块的话呢，也就是简单的可动啊，然后包括这个人物造型这块，再跟大家简单看一下，确实是非常的帅。这个正面真的无敌，加上这个非常大的8天虎的这个标志啊，相当的攒劲啊。然后也可以说是近年来我个人收的最帅的一个声波啊，也最接近我印象中的声波，非常非常的帅啊。然后可动方面的话呢，头脚左右的一个偏头能有。抬头的话呢有一节，低头的话呢也是有一点，然后呢肩膀这块呢侧平举幅度非常大，我们先把武器拿掉啊，放到旁边，然后呢两边的侧平举幅度非常大，是能斜向上的，360没问题。然后呢手肘的旋转这块呢偏紧一些啊，但是360度也是没问题。然后手肘的弯折它有两段，你正常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一个标准90度。如果呢你需要就是让声波做出按胸口这块这个按钮的这个动作呢，它下面这块还有一段旋转关节，但是呢我们就得稍微费点劲，就是一手顶到后面这个蓝色关节的后面，一手呢压住它的胳膊，然后这边给它往过来掰，你会听到闷闷的叭的一声，然后这个扣就解开了，它算是锁住的，平常情况下是锁住的。然后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看把这个关节一解锁，然后一调整，我们声波呢这不就可以按到肩膀上的这个按钮了吗？然后整体解锁完之后呢，手肘的这个弯折度呢就可以做到一个贴壁的状态啊，幅度是非常大的了。然后但是正常情况下呢，它这块你掰回去它就又锁住了啊。
然后拳头呢360度旋转没问题，手掌的话呢可以打开，这点给个好评。腰部的话呢360没问题啊，有腰之男人啊，我们的声波。然后腿部前踢没有任何的问题，后踢把这个面板往后翻，后踢幅度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侧踢的话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能做到斜向上啊。然后大腿旋转关节在这里360度，膝关节的弯折标准的一个90度，脚底板的话呢它有横向360度旋转和一个骨折式接地，但是非常可惜的一点呢就是它没有前后的一个可动啊。你硬往前的话呢它也有一节，不过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容易刮这个脚的这个漆面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有点心疼这个漆面啊，所以说有这么一节啊，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容易刮面。OK， 那么整体的一个可动的话呢，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变形的话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刚才介绍可动的时候已经把这块这个面摁进去了啊。它这个腿这块这个是个造型的一个零件，它是凸出来的。我们在变成这个录音机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摁进去啊。另一侧的话呢，也是同理都给它摁进去。摁进去之后呢，你从正面看。它就是一个平面了，然后当我们需要把它弄出来的时候呢，就得把后面这两个面板都打开，然后把手伸进去，从里面一顶，这个零件就顶出来了啊。变成录音机的时候就给它摁进去，摁进去之后呢，下一步的话呢，我们首先腰部进行一个180度旋转，然后把腰部这块的变形做好一个准备之后，首先手这块拳头握起来，不要让这个手掌打开啊，然后将这个手呢推进去，然后再将这块这个面板给它盖上，然后呢我们一侧的手就收纳完成了，另一侧也是抠着手将这块这个面板打开，然后再借助手根部的旋转关节将手收纳进去，再借助上面的零件给它扣进去。扣进去之后，手臂的位置这时候就调整好啊，一定要让这个肘关节弯折的位置呢冲向你，然后呢包括这个小圆球的位置都冲向你。冲向你之后呢，我们直接抓住胳膊就可以往后翻，翻开一个斜角度，先这么放着不着急，然后这时候呢抓住它的背包，整个往后翻开一点，翻开一点之后呢，将两侧的面板呢我们同时也给它往后进行一个翻折，然后再往后翻，这样子的话呢整个背包就打开了。这时候将头部收纳进去，我们再将肩炮给它拔起来。原先的武器的话呢，这个武器的头这个位置啊，我们是需要给它摁进去的。那么这样子呢，它的肩炮和它的这个武器就变成了两节电池。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将它这个零件推回去，其实头部就变完了。但是建议这会儿先不要推啊，为啥呢？腾出空间来之后呢，我们先装这个电池。然后电池装的时候呢，它是有方向的，大家千万不要装错。红圈的位置始终冲下，两个都是一样，红圈冲下侧，然后另一侧呢带这个凸点点凸头的，包括这块电池的正极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冲上的，始终红圈下，然后另一侧冲上，那么就没问题啊。往后这两个呢零件呢，你随便插没问题啊，左右都是无所谓，你只需要注意它插这个顺序就是红下蓝上就行。为啥我这个地方先不扣？如果你扣住的话，你再去插这个零件，它侧面这块这个转轴都凸起，会跟电池去剐蹭一下，你才能插进去啊，会很难受。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先这么斜放着，头收进去，电池插完，再将这个位置啊，我们给它扣回去。好的，那么将电池插完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位置扣回去啊，然后扣进去之后，你会听到咔的一声，它就卡住了。那么刚才大力出击机直接给这个面板干掉了啊，没事，重新装上就行。为啥我刚才要强调电池的方向？如果你电池方向插错，它侧面的凸和这个凹槽是插不到一起的。这个凸凹槽的位置呢，会往上错1公分，导致这个凸呢是插不进去的。一定注意方向，红下蓝上啊。然后这时候呢，这个面板呢也可以不着急关啊，不着急关。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先将胳膊整个往后翻折过来。翻折过来之后呢，放到后面我们就做一个准备。这时候腿不是已经转完面了吗？然后将腰部这个零件往上翻，将两个片我们先打开，提前都做好准备工作。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来变形它的腿部。首先它有2块面板在腿后面，上面这块有一块，下面这块有一块。打开之后中间是空的，我们这时候将脚部借助横向旋转180度，然后再将脚底板推进去。这时候它脚后跟可以看到这块有个白色的片儿，它是收纳在里面。这时候我们要给它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它就来填补这块的空缺。这时候再将下面的片我们给它扣回去就行，上面这个片不扣啊。然
然后另一侧呢也是同理，将上面的片和下面的片同时打开，脚底板旋转180度，然后呢将脚尖冲后之后，再把脚收纳进去，脚后跟这块的白色的片我们给它抠出来，再将上面的蓝色片这块扣进去，上面这个小的不动，然后这时候借助大腿关节将腿后侧冲外，两边都是腿后侧冲外，冲外之后呢借助大腿根和膝关节往上翻折，翻折过来之后呢调整一下这个面板啊，然后翻过来，这时候在他的腿侧面这块有个凸，对应他这个黄色的侧面有个凹槽，然后呢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原先卡肩膀用的这个凸点，它是个定位槽的位置啊，这个凸点是主定位的，然后定位的另一侧呢是这边是一个半凹槽，然后呢翻上来先将前面这个凸和凹卡住，然后后面这个定位槽自然而然就过来了，紧接着下一步我们将胳膊这个位置呢往下放，可以看到手这块内侧有个凸，对应腿这块呢有个凹槽，我们将凸和凹之间做一个结合，再将另一侧面板盖住，那么一侧我们就是变形大功告成了。另一侧的话呢我们也是同理，借助大腿根的关节膝关节的旋转，两段关节向上旋转，然后之后借助侧面的凸起和黄色零件旁边的凹槽给它卡住，主要的卡位点在这儿，然后后面的定位槽的位置那个凸和这个半凹就卡住了，紧接着手臂的位置这块的凸起对应它后方的这块的凹槽，那么凸和凹调整一下给它卡进去，然后再将侧面的面板我们给它成功盖下来 OK， 然后呢再简单的调整一下逆合密合，然后最后将前面的面板给它盖下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块有两个倒钩卡在它这个面板的位置啊，给它放下来之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声波的一个随身听的一个模式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么在这个录音机模式之下的话呢，3盘磁带的话呢依旧是正常啊，你喜欢装哪盘装哪盘，你给它装进去，然后呢展示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这样的透光，这透亮的效果确实不错啊。然后呢机械狗也是一样，我们给它插进去，然后整体的弹射效果也非常不错。正面啊无懈可击，侧面呢还行，你只要不看它后半截着，你看着也行，看着后半截这个手臂也行，但是你整个翻到后面就是我最想吐槽的一个位置，就是它后面这个大空洞啊，这是真的为数不多的官方能做出来这个大空洞的这么一个设计啊。然后不过呢填补方法你也可以有啊，就是你看你自己把磁带塞到后面给你放到这藏起来不就行了吗？对不对？顺便还能把这个洞填一下。行了，我也不圆了，这个实在也圆不下去了。不过确实是留了个小空间，你放到这儿，磁带跟那个玩具一体倒是不容易乱丢啊。然后至于它剩下的这个配件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磁带战士在这个授权形态下的时候，它的这些配件呢，大家可以看到身上都有洞嘛。那么有洞我们就插就完事了，正好它中间这个连接件的位置刚好是有个凸起嘛，看给它插上。然后机械狗的呢得稍微调整一下，把导弹的方向转一下，然后调整一下。我们将机械狗的这个呢，你可以选择插前面也行，或者插哪儿都可以。不过插它的肩胛肩炮这个位置，它后面这块这个凸点的位置稍微是有点影响，个人建议还是给它插在后面这块稳妥一些，而且尾巴的位置还能贴上，这样子好看一点啊。然后最后呢再将其中一个鸟类的这个背后这个零件啊，我们插到它的这个肩炮的位置。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反倒整体装完特别像这种给老式录音机上面装了这么一个小配件的这么一个感觉，也不难看啊。然后机械狗的话呢是放在胸口，剩下2个磁带的话呢后面留出空间了嘛，我们就给它放在后面这么一整，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 SS86 声波整体的一个所谓的载具模式之下吧，暂且叫它载具模式，它录音机模式之下呢全收纳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那么整体来说呢，变形的话呢没什么太大亮点，就是传统声波的这么一个变形思路啊，在人形的美型上和这个录音机正面的美型上是做了一定的优化，这点下功夫了我得承认。但是后面那个大空洞啊确实是有点小偷懒，你完全可以再把空间利用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他也没做啊。不过呢那个空洞呢也造成了你可以把剩下2盘磁带放到它的后方啊，也就算给他勉强找了个借口吧，至少能给你留了个放磁带的地方，对不对 ？OK， 那么至于这款玩具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发一发你们的想法啊，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